今天呢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跟大家聊聊我当初为什么离开西班牙。我在西班牙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，不到3年。要说到我当初为什么离开西班牙，那必须要聊一聊我当初为什么去西班牙。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英语，我一直对西方的文化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在国内工作了1年之后，我就做了出国留学的打算。当时在选择国家的时候，选择西班牙作为我留学的国家，基本上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西班牙语是世界第2大语言。如果你会讲西班牙语，你可以在西班牙生活，你可以在南美洲生活，中美洲生活，甚至美国有相当多的人都可以说西班牙语，所以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是第一个原因。那第二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西班牙留学会经济实惠一点。我当时有看去美国或者英国留学的这些项目，但是太贵了，我去不起。所以我当时百度了一下，欧洲哪个国家留学最便宜，所以当时给我的答案也是西班牙。所以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的话，这也是我当初选择去西班牙留学的一大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因为当时我是一个球迷，一个很疯狂的球迷。我当时特别喜欢巴萨，因为我在2014年的时候在看世界杯。我看世界杯的时候看到了梅西，我当时觉得哇，梅西整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光。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梅西的比赛。当然梅西踢的最多的是巴萨，所以我当时看的最多的比赛也是巴萨。然后我就这么去了西班牙。但是很搞笑的是，我到了西班牙之后呢，我一场足球都没有去看过，一场都没有。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的轨迹真的很神奇。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有在一个餐厅里面打工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在西班牙，如果一有这个足球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去酒吧里面去看球赛。我作为一个餐厅的服务员，我作为一个巴萨的球迷，当客人问我今天巴萨的比赛是几点的时候，我居然不知道，就是完全不感兴趣。所以我到了西班牙之后，对足球的兴趣从100%就降到了0%。所以我就在西班牙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。我一开始是学了1年半的西班牙语，后来我申请了一个研究生，我在那里学习的是中西翻译专业。2020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那个学校上课了。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课其实都是网课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在我西班牙那个家里面上课的。我上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也就是说我从9月份上到了10月份。在10月份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。我记得我在上初中和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爸妈讲过，我说我真的不想上学了。我觉得很多对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压力真的特别大。所以我当时在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就在反省，我说为什么我10年前说我不想再继续学习了，但是10年后的我依然在一个学校里面上学。我感觉那个时候的我有一点点的抑郁。我当时就是痛苦到我会晚上的时候一个人滑着滑板出去，就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就在那哭。然后有一天
还是我早上上完课之后，我就开始哭。我觉得我哭了差不多有1个多小时。我哭完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说这个硕士我不要上了。所以当时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，我就在想，如果不去上学，我能接着做什么？当时就脑子里面就冒出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那我很喜欢旅游，所以我去旅游吧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。而且当时我在决定不再继续读这个硕士的时候，我忽然感觉轻松了好多。这是第一个感觉。再一个就是我当时感觉我的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白纸，我可以在上面随便怎么画，想画什么画什么，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，所以有一种重生的感觉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我去旅游，可是我没有经济收入怎么办？所以我忽然想到，在3年前我来西班牙之前，我去了一趟泰国。当时我们是在等一辆从曼谷到向导的一辆车，所以那个车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因为天气真的超级热，所以我们就去了旁边的一家咖啡厅。去了那家咖啡厅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美国人，他在那里打工，然后我就在想，你是怎么来泰国打工的？他当时就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，我现在真的很清楚的记得那一个瞬间，他在那个纸条上给我写的这个 work away， 他说这是一个用做志愿者来换取食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还不错，我就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了。所以在我打算离开西班牙的时候，我就忽然想到了3年前这个美国人给我的这张小纸条。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就决定了我要离开西班牙了。我觉得我已经在西班牙找到了我当初想要找的东西。我的感觉是我跟西班牙的这个故事就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所以我其实对西班牙的感情一直都是就是充满着一种感激吧。我在西班牙的这一段时间，可能经历了很多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。我觉得我会把西班牙当成我的第二个家，我的第二个故乡。不管以后我去哪里，或者我在哪里，中国和西班牙都会在我的心里有一个角落，然后把它们放在那里。后面其实还有更多的国家，我觉得我都特别特别的感激。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想，自己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播客来讲自己这一段旅行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正常的语气来把整个这个故事讲下来。所以我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离开了西班牙，那我要去哪里？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回到泰国，因为我泰国去了2次，我觉得泰国真的是太美了。要沙滩有沙滩，要山有山，要吃的有吃的，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。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回到就是泰国去住，但是因为当时觉得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旅行计划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要再回到西班牙，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一个离西班牙比较近的一个国家，是摩洛哥。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离开西班牙的原因。好了，ánimo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。我们下次的播客呢，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下我在摩洛哥的3个月的经历。好了，再见了。